6、7、8、9黄都是怎么冒出来的？这个梗一开始是调侃动画组水剧情的。路飞大闹万国后，赏金升到15亿，成为5皇，当时是无比激动啊。但到了和之国，就渐渐产生了一个疑问：这5皇是不是当了个寂寞？还没见凯多的面，一只蝙蝠人就来私闯民宅，是凯多手下的给付者。后来人送称号6皇。本以为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对决，路飞索隆有一个认真的也能把他给秒了。没想到2个人光在这儿玩草帽借剑了，6皇只是放剑就把路飞索隆拖在这里小半集。因为在这里比划的时间太长，小玉还被跑来的邓灵人给抢走了。完蛋，敌人没干掉，队友还丢了。这边追邓灵人不是，打6皇也不是，最后决定还是要追回小玉。但6皇不依不饶，挡住了路飞他们的去路。然后最辣眼睛的操作来了，路飞一气之下附上霸气，狠狠地捶向6皇。当然6皇也会武装色，而且还把路飞的一拳给硬接下来了，反手将路飞给怼下去了。戏谑的笑容，嘲讽的表情，意味深长的话语，所以蝙蝠也被戏称为6皇。不知道的还真以为6皇有多厉害呢。后来再次相遇，还是同样的操作，这一回路飞把6皇一拳给秒了。前面6皇压制路飞那一段也纯属加戏，因而6皇言下之意也就有了调侃动画组水剧情和强行加戏的意思。之后给人封皇这个操作就渐渐演变成了，只要在5皇或者4皇面前有让人目瞪口呆的表现，或者能短暂拖住他们的人，就一个一个的往后排。后面上了鬼岛，路飞和索隆被阿普特殊的音波攻击方式震得头晕耳鸣，脑袋瓜子嗡嗡的，还把索隆给伤到了。再结合阿普当年怎么说也是唯一一个把大将黄猿干躺下的超新星，因此也被封为了7皇。没过多久，弗兰奇挂上了8皇的头衔，因为区4皇的不只是老慎平，还有弗兰奇。不只是敢正面硬刚大妈，弗兰奇直接骑摩托怒怼大妈的脸，堂堂4皇居然被人家骑车从脸上碾过去了。但大妈多抗揍，爬起来啥事儿没有。弗兰奇也不跑，为什么对面是4皇就要逃呢？好家伙，这是一点不给4皇面子啊！因而8皇弗兰奇实至名归。9皇警卫门，警卫门这操作又是劈开凯多的龙息，又是伤到凯多的嘴巴，和赤鞘们一起攻击凯多的旧伤，完全不把凯皇放在眼里。慎平布鲁克也打过大妈，在和之国，慎平给了大妈一个窝巢一本过肩摔，听这名字就知道是满腔的愤怒。布鲁克又一次把宙斯劈成2半，给慎平补了个10皇，11皇布鲁克，12皇罗宾的都出来了。大妈真的好惨，这么排下去，恐怕重新排到60皇都不成问题。海贼扯淡，虚假的黄泉果实布鲁克，因为他只死过一次，真正的黄泉果实萨博前后后死了3回。第一次是小时候出海被天龙人击沉，萨博后来想跟路飞说，听说你到处跟别人说我死了。第二次是世界会议后死讯满天飞，萨博后来想跟摩根斯说，听说你到处跟别人说我死了。第三次阴谋毁掉了露露西亚王国，当时又让人提心吊胆，萨博想对海米说，哎呀，一不小心又死了，别怕，基操，每次革命军有动作之前都得先把我弄死一次，已经是传统节目了。所以明哥在推进城里看的新闻是不是 fake news 由他自己判断，但是萨博死了这种新闻一定是假新闻。山治的烟，红发的酒，无上大楼梯上再走一走。尾田虽然不经常把人给送走，但是这3样堪称是海贼王里的杀人罪魁祸首。天赋无视，体质无视，血统无视，版本无视，沾上那就无了。一开始4皇们被海军描述为恐怖凶恶的海贼，结果后面一看，一个是为了救小孩丢了条胳膊只能四处卖面子的中年大叔，一个是病入膏肓依然为儿子们着想的厚重慈父，然后是一个心心念念想要打造一个种族平等的国度并舍身奉献的伟大女性，还有一个是即便学生们调皮捣蛋出言不逊也依然贯彻学不会不准走倾囊相授的好老师。这4个的作为听起来哪个像穷凶极恶？所以这是虚假的4皇，但后来的3位新晋皇帝体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4皇。一个是认认真真当反派，没有一样坏事他不干，把真海贼的作风体现得淋漓尽致。另一个是发布了800年来从未有过的悬赏令，反向通缉海军，并已经对海军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逼迫2位七武海成为其手下，野心数1数2的运气王。还有一个是顶上战争暴锤亲爷爷，蛋糕岛搅乱船员的婚礼，光天化日之下殴打一位年迈的老阿婆，之前更是痛打恩师，这才是穷凶极恶的真4皇。赤泉表示真是世风日下，如果可以真的想回到从前，宁愿被白胡子多捶2拳，那起码主要是腰子疼，现在是天天气的浑身哪儿都疼。路飞能将身边所有人都变成朋友，鹰眼曾评价路飞，他有这片大海上最恐怖的力量。其实还有一种同样恐怖的力量，那就是赤泉，在顶上战争中差点被白胡子锤死都没人上去帮忙的团战奇迹。对此请赤犬先生发表获奖感言。好，赤犬先生对此无话可说。路飞每次清兵的时候呢，都会有人很没面子，因为路飞总会有意无意的用击败前 boss 的技能清小兵，击败老沙的橡胶暴风雨，
路飞在司法岛直接用来清兵。老沙表示，撒西不利归撒西不利，咱可不带撒西不利一段时间，你他妈直接用这招清兵的，把陆琪打得半死不活的橡胶借他机关枪，到后面只用来打一些路人角色，而且还造不成太多伤害。陆琪说，我很没面子，那还无所谓，主要是铁块这玩意儿的神奇程度是不是又大大提高了？因为对比下来，你就感觉用铁块扛伤比肉身硬吃甚至更疼。打败明哥的四党，后来让路飞不是用来清克利家的饼干，就是清兵拆船。明哥笑了，呵呵，不用想，又是篇假新闻。打败凯多的尼卡形态，加强后的陆琪上来就能与其对拳。凯多表示，别看草帽小子像白痴，可没人比他更懂怎么侮辱人。明哥在推进城里看了多少假新闻，在最新的一话扉页又见到了好久不见的明哥，撒西不利，怪想他的。爱笑的明哥为什么不笑了呢？一脸的怀疑人生。这还要从明哥被关进推进城就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说起。但好在平时有人给他送报纸解解闷儿，但是这报纸明哥是越看越上头。首先头版头条就是得岛之后没多久，路飞的赏金飞升到15亿，成为5皇。明哥呵呵一笑，心想这谁编的假新闻啊？要说假新闻，我可是鼻祖级别，编都不会编，别整什么5皇呀，干脆直接写4皇算了。这报纸真有意思，先睡了。结果过了2天，明哥一看报纸，路飞4皇了，明哥哈哈一笑，冷汗直冒。但很快看到下面，凯多大妈一同战败于鬼岛，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现在报纸都能当热血漫看了。前几天路飞打我都要靠别人给他拖时间，他能打赢凯老大，别开玩笑了。除非有哪个4皇在教这个草帽小子，这不一眼假吗？路飞打败凯多，那大妈是谁打败的？明哥翻到下一页，哦，一个戴着棉帽的家伙，一个红头发的家伙。等等，罗？明哥直接就是一个大跌眼镜。再一看赏金30亿，明哥表示 fake news， 这报纸一天比一天离谱。现在世界政府为了不让犯人了解外面的真实世界，都这么丧心病狂了。要这么说的话，路飞罗，我在德岛1打2还被偷袭，我还差点赢了。原来我这么强。带着些许的离谱，明哥昏昏入睡。早上起来看看今天又有什么新鲜的假新闻。头版头条印着一张3人头像的海报，仔细一看都有谁？明哥哈哈大笑，当年死都不跟我合伙的沙鳄鱼，还有高冷孤僻的米霍克，居然会给别人打工。看看他俩的老大是谁？随后明哥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巴基的4皇大头赫然入目。明哥直呼越来越不懂世界政府的操作了。完犊子，一副扑克牌里俩王，我成小王了是吧？你们可以把我关起来，也可以不给我牢饭，甚至可以不让我把眼镜戴，但是你们不能给我这么假的报纸看。明哥心想，这一定是世界政府为了诛我心才搞的假新闻，一定不能进了他们的套。接下来看一下战斗板块缓一缓吧。但明哥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不是红发一刀秒掉30亿的基德，就是卡普一招制住轻质，再有就是罗跟4皇黑胡子打得有来有回，死里逃生。明哥哈哈大笑，现在战斗板块也这么营销号了是吗？以前的新闻都是动不动几天几夜的打，现在一刀一拳就解决了。明哥表示，我是看出来了，这玩意儿就是推进城狱警写的同人小说，一眼假。下一页是萨博在马利乔亚搞事的一些战斗细节被进一步披露。萨博等革命军队长不仅救走了熊，还毁掉了飞龙之蹄标志，破坏了粮库。萨博腾虎，听到这俩名字，明哥再也笑不出来了，瞬间感觉死里逃生的是自己才对。看来我鸟笼里面当时可真是关了不少大人物啊！原来当时在外面打太极的这2个，哪一个都能拿捏了自己。但仔细一想，明哥又笑了，这报纸天天都这么假了，我会信？明哥心想，继续，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编出什么更离谱的假新闻给我看。明哥合上报纸准备睡了，此时报纸里掉出一张十字工会发布的悬赏令，55颗星，赏金55亿，悬赏海军英雄卡普。明哥默默地说了句，你们牛逼。卡普红发越强，东海越牛批。红发一刀秒基德，可以。卡普一拳轰碎蜂巢岛城镇，很好。鹰眼赏金比肩4皇，可以了。对此东海有几位大佬有话要说。罗杰红发的神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早在东海的时候，父皇蒙卡早就用此招将卡普砍翻在地了。众所周知，那个时候还没有霸气这个概念，更没有黑闪拉丝的特效，就连顶上战争的时候，霸气也只是无形无色的。然而父皇其实早已掌握了神臂和霸禅，深藏功与名。父皇之所以没有喊出海贼王曾用过的技能名，他只想给这位旧时代的老兵留点面子，毕竟卡普也曾是追着罗杰满世界跑的人。父皇蒙卡已经用能预见更远未来的见闻色，预判到了自己那个不成器的纨绔儿子将来会跟随卡普逆转人生。父皇的真实实力未尝可知，但此刻他为了儿子的将来，他只想点到为止。然而在新世界嘎嘎乱杀的卡普，在东海可谓是寸步难行。大河的棒子被吐槽是雷鸣4卦，凯多的秒人绝学叫雷鸣8卦，在东海达旦手里有一招名叫雷鸣8864卦，而且还是个木棒。想用木棒把卡普这种级别的人打得头破血流，棒子上没有顶级霸王色缠绕是做不到的。因为没有特效的缘故，这一棒也是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卡普作为当事人，早已感受到了这木棒上的气魄非同小可，只能是乖乖挨打，不敢还手还嘴。在东海吃瘪的还不止卡普，当年山贼王西格的操作看起来多少有点嚣张了，但是现在看来西格真的有东西。红发当时早已事先感受到了一个气魄碾压全场的人进了酒馆，所以红发才送酒示好。
可以确信，西格在酒瓶子上缠绕了霸王色，拍的红发当场就没脾气了。然后西格立刻将霸气缠绕在了刀上，意思是比霸气还是比剑术，随你挑。红发没敢吱声，因为他不想成为第57个西格的刀下鬼。事后只能用大笑掩饰尴尬。紧接着垃圾路就用橡胶果实转移话题，这事儿就糊弄过去了。至于后来红发东海断臂，这里也有了更合理的解释，因为晋海王用缠绕霸王色的牙齿咬碎了山贼王，其实力比西格要更强，红发自然更加不敢对其动手，只能无奈献祭一只手臂，和晋海王眼神达成了某种协议。而晋海王也不是不通情达理，晋海王用最强大的见闻色预见了红发会将怀里的这个小孩引上海贼之路，而这个孩子会给世界带来黎明，晋海王就默默撤退了。多年之后，晋海王带着红发的那一份，以及把自己也赌在了新时代上，故意放海为将来的王送行，这也就是红发所说的赌在新时代的含义。至于鹰眼，他可以庆幸他遇到了见谁都喊声哥，低调温柔的刀神剑圣，当然还有海贼版战国，眼看不妙就要摁人的路飞，不然鹰眼也可能会像红发一样丢点什么东西在东海了。从此鹰眼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再也没来过东海。像鹰眼这种非常瞧不起弱者的大佬，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态度两极反转，鼓励索隆？为什么后来还要收索隆为徒？因为鹰眼一直活在恐惧中，他一直在做自我救赎。新世界才哪到哪，东海才是修罗场。好了，以上内容均有视频为证，纯属当真，切勿娱乐。那些拿正经果实玩恶趣味的人，海贼王里有为恶趣味而生的果实，比如荷尔蒙果实、透明果实，懂的都懂。还有一些果实明明是正常的，纯属是本人有那么一点点恶趣味。手术果实的罗平时看起来很正直，实际上很会玩。在冰火岛因为被草帽一伙弄得下不来台，干他们吧没必要，忍了吧又不甘心，于是就用手术果实给草帽一伙来了个身体互换，包括后来斯摩格和达斯奇也换了，让他们闹了不少笑话。手术果实被罗玩出了这么离谱的能力，那只能说明罗如果吃的是荷尔蒙果实，那他能比小1万玩得更嗨。爆炸果实，这个果实其实还可以，而且随着2年后炸弹迎来了史诗级的加强，只要量级够，重伤大妈也不是问题。不过拥有爆炸果实的 Mr. Five 也被称为鼻屎男，就不好好用，见人就谈会爆炸的鼻屎，期间还谈到了索隆的刀上，给索隆留下了永远的心结。其实路飞如果吃下爆炸果实应该也挺强的，因为路飞也爱玩鼻屎，而且比他的更多、更大、更准。伏伏果实的警卫门，警卫门在德岛用伏伏果实模仿明哥，虽然很敷衍嘛，但古拉迪乌斯他也是个脸盲，还算有点用。本以为警卫门以后用伏伏果实能用在什么奇谋上，结果后面心思全用在了如何给女士变清凉的衣服上去了，而且越来越凉快，离谱到审核员都不得不对娜美罗宾的变装福利进行删减。病果实的毒 Q 能力就是可以让人染上疾病，差不多就跟他这个病殃殃的状态一样，看起来没什么很奇特的。但是毒 Q 还能用出一个很迷惑的能力，会改变人的基因，让人变性，且会传染。互相接触的话，那大家一起愉快的变性，这个倒是可以用霸气解除这个病，没啥实际用处，就是纯纯的恶趣味。不过后面请务必把这种恶趣味用在草帽团身上。龙果实古代种万龙形态的奎因，和弗兰奇一样，奎因看起来也是个变态，因为他也有一些整活发明。不同的是，奎因结合了自己的果实能力，像是能把自己的躯体发射出去，四肢留在原地。果然是分头行动啊！怎么着？这是欺负人类没见过恐龙是吧？那留在原地的身体还可以当炮台，并且是声控的，非常智能。只不过声控有 bug， 搞得奎因每次无意间提到万龙发射器，就会被自己的身体给疯狂开炮，而且还没开2度。类似这种果实名字听起来很正常，但总会有一些迷惑的功能存在。怎么说呢？恶魔果实也无奈的表示，别误会啊，在整活的可不是我。海贼王中的10大神术。海贼王里有很多神奇的东西，但奇特又容易被忽视的就是那些矗立千年的神术了。有些术甚至关系到海贼世界和恶魔果实的起源。这期就来盘点一下那些见证过沧海桑田的10棵树王。1. 白萝卜树。在路飞2年修行的那座猛兽岛上，有一棵外形很像萝卜的树。路飞选择把草帽存放在这里2年，是因为这棵树所释放的气味可以驱逐野兽，这个地方也就成了岛上唯一安全的地方。在强者世界里，金狮子那里也有类似的植物，当时乔巴都快被熏晕了，非常讨厌这种植物。金狮子的这些植物对人也有害，人吸多了这种气体也会中毒。路飞的那棵白萝卜树对人是无害的。2. 巴姆大王，蛋糕岛诱惑森林的老大，四皇大妈手下比较高级一点的霍米兹。巴姆大王应该仅次于宙斯、普罗米修斯、拿破仑和海浪房间，但是巴姆大王的命运很悲惨，先是被克利亚削掉了头顶，然后被阿德曼的慢刀劈成了2半，缝好之后，在和草帽团逃跑的路上，又被大妈一招微果给轰掉了半个身子，最后被普罗米修斯给烧成了渣。巴姆大王为草帽团和他那昙花一现的爱情付出了太多。3. 亚尔奇曼红树。香波地群岛是最奇特的岛屿之一，因为城镇坐落在这些巨大的红树树根上，这些树会分泌出特殊的天然树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形成了这里的泡泡文化。和空岛的空贝类似，泡泡特产满足了这里居民很多生活需求，泡泡车、泡泡摩天轮、泡泡手提袋等等。因为这些树，这里还有着一群特殊的职业人群，那就是给船贴膜的镀膜师傅。
4. 鲸鱼树，生长在象背左屋的一棵外形酷似鲸鱼的大树，也是毛皮族和光月一族世世代代情同手足的象征。树的里面被改造成了藏有历史正文的秘密基地，而且还是块红色路标历史正文。旱灾杰克为了抓雷藏，扫荡左屋了好几天，就是没发现这么显眼的树有问题。5. 全知之树，奥哈拉乃至世界文明的象征。当远古巨兽象主还是个宝宝的时候，这棵树就是祖宗级别的了，因为象主1000岁，而这棵树的年龄超过5000岁。全知树藏有自古以来全世界学者们的重要文献。不过在22年前，世界政府对奥哈拉发动了屠魔令，整个奥哈拉和全知之树在炮火中被摧毁。在最后时刻，奥哈拉的人把重要书籍扔进了湖里，尽可能的保留了一部分历史和真相。6. 巨大藤蔓，在空岛的神之岛中央有一棵高耸入云的藤蔓，不过它并不是加雅岛的原生植物，在冲天海流把一半加雅岛怼上天空时，正好被这棵藤蔓给贯穿了，黄金钟也恰好被顶到了更高的地方，以至于艾尼路在这待了好几年都没有找到。这棵植物看样子也至少是好几百年了。在空岛决战路飞王者归来的时候，不得已将这棵藤蔓给砍倒，给娜美路飞当跑道了。7. 艾尔巴夫神秘巨树，在大妈的回忆里，艾尔巴夫有一个比例非常恐怖的参天大树，因为据大妈所说，艾尔巴夫的一切都比其他岛更大，包括岛屿本身，毕竟是巨人国嘛，一艘船就赶正常的几十艘大，所以这棵树究竟有多大可想而知。8. 杨树夏娃，提到亚当夏娃可能会想到圣经里的人类始祖，海贼世界里的2大神树就以他俩命名，这2棵树会不会和海贼世界的起源有什么关系呢？杨树夏娃的全貌还不曾见过，但能看到仅仅是树根就比渔人岛全岛还大，香波地的那些红树在夏娃面前完全是 baby 级别。杨树夏娃将海面的阳光传导至海底1万米的渔人岛，渔人岛也因此有了正常的昼夜交替。9. 宝树亚当，传说某座岛上曾经发生战争，城市都被毁灭，但只有这棵树屹立不倒，后来人民在树的周围建立新的国家和城市，而且亚当宝树全世界不止1棵，售价也不菲，估计也是个庞然大物。弗兰奇抢的2亿贝利只是买了一部分宝树亚当，应该是一根树枝那种级别。罗杰团的奥罗杰克逊号和草帽团的万里阳光都是用的宝树亚当打造而成，虽然阳光号也受过伤，但质量依然是肉眼可见的顶级水平。10. 恶魔果实之树，关于恶魔果实的起源一直是遮遮掩掩，不过就拿路飞的果实来说，在海贼王的前作冒险的黎明里，恶魔果实树确实是存在的。橡胶果实乃至其他果实50年才能结一次果，到了主线里面，橡胶果实真正的定义是尼卡，尼卡是传说中生活在一棵橡胶树中的淘气精灵，从头到尾总之都能跟树有隐约的联系，感觉确实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孕育出了这些奇奇怪怪的果实。好了，以上就是海贼世界里的10大神树了，虽然这些树并没有多少戏份，只是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沉默的见证者，不过还是能感觉到一山一石一草一木皆有灵性的感觉。草帽一伙每个人的单纯程度，感觉在草帽团中目前成熟稳重到无懈可击的2个人就是罗宾和慎平了。他俩虽然不是团里年龄最大的，不过人生经历可都是满级状态。在登陆鬼岛的时候，路飞他们兴奋的嗷嗷往前冲，罗宾慎平就跟2个家长似的，在后面慢慢悠悠的看着其他伙伴撒欢。相比慎平，罗宾还更无解一些，想忽悠罗宾感觉真的是比登天还难，从头到尾只有罗宾忽悠别人的份儿。成熟的御姐气质在任何时候都显得能稳稳拿捏住别人。冰雪聪明的罗宾唯一一次被别人拿捏，就是为了保护伙伴而听信了 CP9 放过草帽一伙的文字游戏，也只有在伙伴面前，罗宾可以变得这么单纯。与之相似的那就是慎平，在外面慎平独当一面，超级可靠，超级稳重，但在和伙伴相处的时候，立刻就变成了一条单纯的老实鱼，但总体来说还是大哥级别的稳重。然后就是稍微有一点单纯的索隆，早期的索隆虽然显得比较呆，借的钱一分没花，反倒欠上了娜美的高利贷，给娜美当牛做马，但也许是被娜美给坑怕了，索隆升级速度奇快，到罗宾上船的时候，索隆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罗宾拿捏的人，很长一段时间索隆都对罗宾保持着警惕。可是索隆再稳重也架不住跟着路飞混，就看吧，索隆身边没有路飞的时候好好的，在和之国一反常态惹是生非，气得罗血压爆裂的时候，索隆身边绝对少不了一个路飞。然后就是有一些单纯的娜美，娜美看起来应该是和单纯最不搭边的人吧，但娜美精明是精明，不过单不单纯和智商真没啥关系，感觉她有时候其实挺单纯的。拿捏娜美的办法不是没有，而且还不少，拿钱收买她她会上钩，使劲夸她她会迷失，故意吓她说什么她还真信，感觉娜美从小到大都是挺单纯的一个人，只是一些经历让她不得不学会一些生存的本领，但是本性却没有改变，去掉女强人的伪装，谁还不是个软妹了。然后就是挺单纯的山治，山治虽然机智，但他身上从小到大也保留了很多纯粹的东西，比如骑士道和自我牺牲。山治被打得最狼狈的时候，恰恰是遇到女性敌人的时候，但是只要是女人的呼救，山治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冲过去，毕竟见闻色随叫随到。还有就是蛋糕岛有个梗，说山治怕大妈用路飞的家人去威胁路飞，太搞笑了，山治也太单纯了，居然担心大妈威胁路飞的家人，路飞是他家里面最弱的，山治你不会不知道吧。然后就是非常单纯的布鲁克和弗兰奇，
首先，布鲁克是草帽团年龄最大的，可是心态完全可以匹配上路飞他们。刚见面跟路飞加密交流，happy 的飞起就可见如此。布鲁克在魔鬼三角地带流浪了几十年，结果说起幽灵船的时候，他还胆小的一批。在香波地群岛的时候，居然能带坏乔巴，人家乔巴还想好好工作呢。布鲁克带着乔巴一起摸鱼，结果乔巴被揍了一顿，巨委屈。弗兰奇也是年龄属于大哥级别的，但很多时候弗兰奇和路飞他们一样纯真，而且依然保持着男人的浪漫、变形金刚、机器人这些非常纯粹的情怀。最搞的是，弗兰奇是草帽团里最容易被感动的，他的泪点非常低，很容易被感化。因为这个很单纯的原因，弗兰奇才能和草帽一伙在司法岛并肩作战。剩下的3个单纯仔毫无疑问包揽前3名，而且其他人的单纯程度和他们相比完全不是一个境界的。没错，他们就是欢乐3人组。狙击王会见2位粉丝，可让他们仨给闹好了，真是把旁边的人看得一愣一愣的，真的是一个敢演2个敢信。还有他们3个可以对所有新奇的事物感兴趣，而且非常容易被骗。乌索普虽然号称牛皮大王，其实他自己本来就挺好骗的。在这里面，草帽团里最单纯的无疑就是乔巴了，没有之一，又菜又爱玩，说啥他都信。娜美是男的，乌索普死了，乔巴信以为真的事儿可太多了。遇到假草帽一伙的时候，虽然路飞乔巴都认错人了，但路飞起码还疑惑了一下索隆山治关系什么时候变好了。乔巴那可是一点都没怀疑啊，一路就跟过去了，最后还被气哭了。但总而言之，其实草帽团这群人在外面每个人都有成熟的一面，而在伙伴面前却都有单纯的一面。毕竟在船上，大家可以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最放松的一面，真正的单纯只留给自己最要好的人嘛。赤犬手里的举报剑，升任元帅的赤犬在办公室里每天苦大仇深的样子。为什么老是蹲在办公室呢？因为他要忙着举报，想举报的人多的都快举报不过来了。首先，赤犬想举报黄猿，先勾选一个异常开局行为。顶上战争，轻质开局冻住了白胡子震起来的海啸，赤犬开局击碎了乔兹扔过来的冰块。黄猿开局对敌输出为0，还自己翻回来把自家城墙给怼塌了。其次，勾选他是演员，只要有黄猿出手的地方，路飞总能平安无事。香波地群岛丝血放人，顶上战争空技能，以及剧场版里断大，这不都是黄猿的杰作？而且革命军开始有动作后，现在黄猿都干脆明演了。以前起码衣服还微脏一下，现在脏都不脏了，就不打了，投了。黄猿和绿牛这俩人都快让这个姿势成为海军本部的企业文化了。早在和之国篇之前，黄猿主动请缨前去和之国，赤犬立刻将其叫住。最新一话的情报说，赤犬再次阻止黄猿前去弹尖岛。赤犬终于是发现了自己被演了吗？是。赤犬最后派了绿牛去和之国收割。当然，赤犬第2个举报的就是绿牛，勾选消极比赛。因为绿牛在和之国的表现非常让海军丢面子，赤犬是很在意面子问题的人，但绿牛甚至都没有见到那张世界上最有面子的脸，堂堂大将就被人家一波霸气给吓跑投降了。虽然绿牛确实也没招，不过那波态度显然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操作很散漫，态度很消极。赤犬还要举报吴老星，勾选言语辱骂，堂堂元帅被劈头盖脸一顿怼。因为吴老星无视赤犬干预明哥事件，让海军蒙羞，赤犬暴跳如雷，跟吴老星谈论面子问题。吴老星丝毫不客气，说你的面子算个什么东西，一人一句讥讽赤犬他们就是遮羞布而已。结果后来红发面见吴老星的时候，人家恭恭敬敬礼貌和红发谈事儿，赤犬哭晕在厕所，并按下举报键。赤犬还要举报斯摩格，勾选玩家水平过低，被击败次数太多。斯摩格很迷惑的一点就是，斯摩格在剧场版里，准确的说是跟路飞联手的时候怎么这么能打，给海军办事的时候却直接开启连跪模式。赤犬表示，怎么着，海军是减一 buff， 路飞是增一 buff， 这是路飞到位，四皇干废是吗？斯摩格，你先搞清楚你是哪一队的，先举报了。赤犬还要举报卡普，先勾选故意送人头，并非实力不行。赤犬拿着录屏展示说，大家可都看见了，海军英雄卡普跟自己的孙子打假拳，打小马一拳打翻，打路飞瞬间脑血栓，区别对待故意送头，然后还要勾选干扰其他玩家正常游戏。当时赤犬那边杀红眼了，对路飞紧追不舍，正在和慎平纠缠的时候，背后卡普开启队友伤害要揍赤犬，要不是战国阻拦和正义的分量，当时那个状态赤犬不死也残。虽然战国算是赤犬的恩人，但是赤犬依然要举报战国。先是恶意挂机，长时间无操作，开团的时候战国让赤犬上的，离间计的时候战国让赤犬去的，等到赤犬被白胡子锤得叽里咕噜的时候，赤犬想说战国你他妈人呢？哦，战国开的大一动不动在旁边看戏呢。还有战国的演员行为，楚刑台上打假拳跟后来打黑胡子的力度不一样，那个先不说，路飞把艾斯救下来的时候，战国你大招状态下乘胜追击啊，锤他俩呀，结果路飞3档之后变小了，战国也跟着变回来了。好家伙，战国这是生怕一个不注意踩死干孙子呀。不仅如此，赤犬还要举报战国一个其他行为，那就是脏活累活被人骂的活全是赤犬干的。然后战国最后跟钢骨空推荐掉了800次线的青雉当元帅，赤犬表示，哦，事儿我都给你办了，你个老战国夹带私货呀你，合着刚才我拿命打的那把晋级赛不算呗。
赤犬无话可说，行，我都没你狗，不说了，举报了。赤犬还要举报青雉，拒绝合作，不参加团战。青雉被小马哥踢了一脚飞了，其实也没啥，关键是青雉被一脚给踢掉线了，完美避开了白热化阶段的团战。连上之后，顶上战争都快打完了。还记得长链岛的时候，青雉的能力是可以把一个岛屿的周围海域冻结1周的。追击路飞的时候，这冰层出去有100米没，就停了。顶上战争后，青雉、赤犬两人爆发元帅之争，整个岛的气候都被两人永久改变了。赤犬也不是毫发无伤，脸上身上都有多处冻伤。赤犬悟了，顶上战争青雉你咋没这操作呢？都他妈演我！赤犬还要举报克比扰乱军心。克比在顶上战争最开始的时候怂了就怂了，最后克比还主动发起投降投票，全场被各种演的赤犬让一个小草长给教育了。赤犬哪能忍？但因为克比的拖延，红发及时到场，让战斗提前结束。赤犬还要举报藤虎，言语辱骂，拒绝合作，消极比赛，干扰正常游戏，演员全都选上。藤虎在德岛可以说是处处跟赤犬对着干。赤犬好面子，那藤虎就给利库王下跪。赤犬电话里说海军的颜面往哪儿搁，那藤虎就怼，这么在乎脸面就别出来见人了。赤犬想弄死路飞，那藤虎偏要放路飞一马。赤犬跟藤虎说你丫别回来了，那藤虎还偏要回去，在玛丽乔亚吃面条呢。可以感觉到赤犬的脾气一天比一天大，我让你们演一个个都举报。终于在某一天，赤犬把海军本部的所有演员全都举报掉了。哈哈，这下终于可以率领海军在新世界大展拳脚了。此时海军本部只剩下了赤犬一人。草帽团在敌人和自己人眼中的形象。海贼王里的著名哲学家库赞曾经说过，正义会随着立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角度，甚至是改变。库赞的话非常酷也非常赞，就像草帽一伙，虽然我们一直喜欢着他们，可他们的对手却恰恰相反。首先是在世界政府的眼里，草帽一伙永远是全员黑化的形象，基本上就是凶恶海贼本该有的印象，跟温和欢乐完全不沾边。在他们眼里这可不叫帅，毕竟草帽一伙现在跻身成为对世界政府威胁最大的势力之一。相由心生，世界政府早已透露出对草帽一伙的忌惮。而在海贼同行的眼中，草帽一伙的形象更加可怕。奥兹眼中的黑化草帽团和茶胡子海贼团眼中的黑化草帽团，想必已经深入人心了。但这还不是最顶级的，最顶级的解读在大蛇玉庭番众这边，路飞、索隆、基德、基拉直接就成了这个样子了，可怕到抽象。基德以前杀人成性不说啥了，基拉人家戴个面具也得给他变得面目狰狞，别忍了。索隆这是什么鬼？这人是叫索隆吗？你说这玩意儿他叫毒液，我感觉也不违和。然后同人画师就制作了全套的毒液版草帽团，没错，这才对味了，这才是真海贼的正确打开方式嘛。相比这些，还是写实派的海军最厚道。除了山治和弗兰奇，他们长啥样就拍成啥样，有的人还一张比一张好看。当然也有像老鼠上校吐槽把路飞拍得不像个海贼的这种。相反，在自己人眼中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何止是善良，何止是帅。比如巴托和女帝的肉眼 PS， 那就可劲儿往路飞脸上加滤镜吧。女帝的还好，巴托的更甚，都 P 到失真了，帅的出油。滤镜归滤镜，还是那个原装的路飞更好。巴托眼里的其他草帽成员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也是有不灵不灵的闪亮滤镜的。可唯独山治不一样，山治的头还是他的悬赏令，真的是连巴托的神仙滤镜都拯救不了山治的长相。到了草帽团内部，在乔巴的世界里，娜美也许一直都是个男人，毕竟在恐怖3帆船，乔巴刚进场就听到了娜美对着罗拉说，我其实是个男的，这给了乔巴沉重打击。但是 you know， 只要没人给乔巴揭露一件事的真相，乔巴就会一直那样认为。当时监护人乌索普也没有尽到责任，之后乔巴还默默地肯定了自己听到的一切，说怪不得一直觉得娜美有一种男子汉的气概，所以至今乔巴也许还觉得娜美其实是个男人。在山治的世界里，索隆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的，更不是这样的，而是这样的，没错，就是一团移动的绿藻。当然索隆也不甘示弱，在索隆的世界里，山治长得和他悬赏令上的一毛一样。当时山治当着路飞的面吐槽自己的悬赏令根本不像自己，而索隆在一旁对着镜头说道，他不就长那样吗？气得山治已经无法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恨了，杀人诛心啊！索隆对伙伴形象的描述一直都是这么简洁准确。在愚人岛和国王军谈判条件的时候，索隆命令他们去找一个沉默寡言的女人，一个机器人，一只狸猫和一只好色河童。乔巴哭晕在厕所，我把索隆当大哥，大哥把我当狸猫。在路飞的世界里，那就变得更加形象了。像了山治，路飞就记一个圈圈眉和一个好色就完了，有圈圈眉的一律上来就喊山治，追着女人耍流氓的看都不用看，一律也是自动识别为山治。而在所有船员中，乌索普被人认错的次数也很多，但凡是个长鼻子的形象都是乌索普。卡库凭借一个长鼻子把草帽团3大主力全给晃了一把。路飞乔巴认不出狙击王的时候，索隆吐槽他俩平时到底是靠什么辨别乌索普的，靠鼻识人没错，但他俩还很容易被人给忽悠，这才是硬伤。果然啊，一件事一个人会随着认知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角度。总之海贼王里很多事情好像都在表达着这一个道理。路飞伙食到位，四皇干废。路飞是个吃货，但对路飞来说，好吃的不仅仅代表快乐，
甚至比金银珠宝都好使。一跟食物有关系或者能请路飞吃饭的人，在路飞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在香波地，草帽一行人结识了人鱼凯米，凯米请求草帽团去救小巴。既然大家都是朋友了，路飞当下也就豪爽的答应了。只不过路飞当时是本着助人为乐的目的答应的。问这个小巴是谁，凯米说小巴是自己的老板，能做出世界第一美味的章鱼烧。路飞一听惊了，此事事关重大，事不宜迟，兄弟们就算拼上性命也要救出章鱼烧，冲呀！注意，路飞说的是救出章鱼烧。小巴哭晕在厕所，我始终不配拥有姓名是吧？最后路飞也如愿以偿，在小巴这里把章鱼烧吃到了爽。二，一饭之恩能让路飞赴汤蹈火。请过路飞吃饭的人还挺多的，娜美、薇薇、女帝、白星、蕾贝卡、小玉。虽然路飞帮助他们并不全是因为吃的，但如果事先有这种至高无上的激励的话，那肯定是锦上添花的。而且路飞对于酬劳方面也非常单纯。当初答应薇薇要把老沙揍飞，路飞的要求非常简单，让薇薇请他吃饭，要吃到撑死的那种。这个要求单纯但并不廉价，毕竟让路飞吃到饱那也得老鼻子钱了。然后再德岛也算挺巧合的，本来路飞没打算要做拯救德岛这么伟大的事情，只是想抢回艾斯的烧烧果实，捣毁明哥的工厂。结果蕾贝卡请了路飞吃了一份便当，明哥推进城负6层的房卡就被预定上了。后来路飞跟卡文迪许抢主攻，路飞直言这种事情我来办就好了，我必须要回报蕾贝卡的一饭之恩。被一旁的罗吐槽，你战斗的理由原来只是一顿饭啊。和之国，小玉把自己过生日才舍得吃仅存的食物给了路飞，自己只能去喝污染的河水。之后便有了路飞太郎的报恩，他把一大车干净的食物送到村民手上，并答应小玉，我会将这里变成一个让你每天都能吃饱饭的国家。加上小玉跟艾斯还有渊源，路飞绝不会坐视不管。所以说路飞的战斗理由看似是因为一顿饭，不过纯粹但绝不简单。三，一顿饭能让路飞满血复活，这一点是最重要的。索隆回血靠睡觉，路飞那就靠吃了。不管路飞血条多低，没有一顿饭是不能加满的，有那就再吃个乔巴。每场战斗下来要例行开一个大宴会，也成了必不可少的环节。阿拉巴斯坦狼吞虎咽，误吞乔巴，水之都睡着觉都能吃。后来这种情况愈发严重，在睡梦中能做出各种情绪并不停的吃。索隆吐槽你到底要做哪样呀？不过无一例外，只要经历这么一波，路飞就满血复活。在鬼岛也是，被凯多各种敲门后下来加个餐，回去接着干。所以只要吃的不断，就能给路飞带来无穷无尽的能量。给路飞一碗饭，他敢去打四皇；给路飞一份章鱼烧，他敢去揍天龙人；给路飞一块肉，他就能仰卧起坐。路飞这人能处，伙食到位，四皇干废。有吃的他是真敢玩命。好，本期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拜拜。老沙鹰眼吊打四皇巴基，十字工会背后的秘密揭晓。海贼王1058话全图信息，标题名为新皇帝。本话的气氛非常轻松愉快。扉页故事里，工具人凯撒之前帮助吉尔玛撤退，现在凯撒请求他们带他走。正文部分，画面来到在大海上航行的桑尼号上，娜美把路飞关在了笼子里，而且将他打得鼻青脸肿，和下面的介绍四皇之一姆吉瓦拉诺路飞形成鲜明对比。因为路飞在离开和之国的时候又玩了危险的自由落体，路飞向娜美道歉，可娜美依然很生气，称路飞玩得太过火了。一旁的慎平试图缓和气氛，说每个人都安然无恙，算了算了。娜美吼道别惯着他，慎平。慎平受到了惊吓，慎平表情包不仅现实返场，还很沙雕的调侃，哇，霸王色吗？乔巴提醒慎平，娜美生气时最好不要靠近他。弗兰奇为桑尼号感到自豪，尽管自由落体时断了一根翻杠。一只送报鸥将报纸递给罗宾，罗宾告诉大家最新的赏金已经出来了。山治兴奋地跑向罗宾酱，不过扑空摔了一跤。草帽路飞和他的9个大干部最新悬赏映入眼帘。传一爱吃棉花糖的乔巴，宠物1000贝利。乔巴又惊又气，感觉虽然他赏金增加了，但还是存在侮辱的嫌疑。航海士小贼猫娜美3.66亿，娜美显然对钱这个字眼更感兴趣，她想要货真价实的3.66亿。音乐家灵魂之王布鲁克3.83亿，布鲁克只是大笑了起来。船匠铁人弗兰奇3.94亿，弗兰奇非常生气，因为海军把他悬赏令照片换成了桑尼号小狮子的头像。狙击王 God 乌索普5亿，乌索普露出了和德岛时期被明哥悬赏5亿时相似的表情。够了，请不要再增加了。考古学家恶魔之子尼可罗宾9.3亿，罗宾对自己赏金一向没什么反应，他正在喂乔巴吃棉花糖。厨师黑族山治10.32亿，经典的山治贵现实返场，愤怒屈辱的和索隆慎平比较。剁手海峡慎平11亿，慎平只是疑惑问山治怎么了。见好索隆11亿1100贝利，索隆对慎平说忘了他吧，别把时间浪费在4号身上，因为山治赏金第4，经典的编号梗现实返场。路飞众所周知30亿，被关在笼子里的路飞饿了，求娜美把他放出去。一旁索隆山治又干起来了，船上一片欢乐景象。画面来到新世界巴基公司所在地，十字工会的小弟们仍然无法相信他们的巴基老大居然能招募克洛克达尔和米霍克这样的大佬入伙。然而大帐篷里又是另一番景象，巴基边哭边求饶，他的情况比路飞更糟糕。老沙鹰眼正坐在会长的沙发上，显然已经将巴基吊打了一顿。老沙正薅着巴基的脑袋，巴基祈求原谅，称可以为他们做任何事情，包括舔他们的鞋子。
老沙说十字工会应该是由我和鹰眼创立的组织，为什么最后变成了你是会长？巴基。鹰眼对巴基说，你可能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用道歉就能觉得能理所当然的当四皇的人，如果你真是这个意思，就原地嘎了吧。老沙声称丢脸都不能形容此刻的心情，巴基再次乞求，鹰眼说没得商量。这时三哥对老沙阿谀奉承了起来，说这么久之后再次成为你的小弟是一种荣幸。巴基质问三哥，你难道要反水？三哥更狠，说从来没有成为过巴基的部下。巴基的那些元老级船员的经典卖船长操作也限时返场，纷纷投靠老沙。接下来是老沙当初联系鹰眼合作的回忆，当时被包围的鹰眼正在不慌不忙收拾东西准备突围，老沙打来电话说要抱团取暖合作共赢。老沙透露了鹰眼曾经有着海军猎人的称号，还说我们性格很像，套了套近乎。然后画面转到当时被包围的巴基这边，当时巴基准备溜之大吉，但巴基的部下报告有人突然袭击了外面的海军的军舰。巴基从帐篷里出来，难以置信，击沉军舰的是老沙和一哥，这一幕是不是似曾相识呢？当年推进城抢军舰的也是他仨在场。然后巴基的小弟又是一顿猛吹，什么巴基和老沙平起平坐，沙鳄鱼冒险来救好兄弟。巴基虽然顺水推舟，但心里已经吓尿了。对巴基来说，老沙来了比海军来了还可怕，因为巴基欠了老沙一大笔债，这明显是债主来讨债了。巴基表示自己没钱该怎么办。老沙与巴基会面，老沙说基于巴基的为人，他还以为巴基会直接逃跑，其实老沙不知巴基真的是被吓麻了而已。巴基开始哭穷，自己有员工需要养活，明星巨人们退出了，巴拉巴拉的。老沙说没钱就去卖身。巴基说不要讲这么吓人的事儿，我们不是一起越狱的战友吗？巴基还模仿小冯喊老沙叫鳄鱼酱。老沙脾气莫名的好，说出于友情快把钱还我，不然我就不客气了，我建立新会社需要这笔钱。巴基想了个办法，让老沙来自己这边，巴基公司所有的资源老沙都可以免费使用，巴基也会继续干活来还债。时间线回到现在，老沙非常愤怒的拿着十字工会的海报，老沙说我们谈好后你满世界放的海报竟然他喵的是这样的，会长萨玛您在这上面可像个大人物啊。巴基一听尿了，这都是误会，真没那个意思。老沙说来解释解释。巴基说这都是我那些坑货小弟干的，他们很尊敬我，我也防不胜防啊。对于制作海报的时候也有一小段回忆，当时小弟们已经把巴基搞成 C 位了，头像还放那么大，老沙鹰眼倒是像小弟。巴基震惊，但海报已经发送到世界各地了。画面来到海军本部，开会王召集紧急会议，他把巴基说成推进城事件主谋，传说能与四皇红发抗衡，其领袖魅力让克洛克达尔冒险去帮他，堪称最强巴基吹。另一方面，海军窃听了老沙鹰眼的通话，确定密谋关系，而且他们反向悬赏海军的操作，引出了很多暗地里的危险人物，十字工会威胁巨大。开会王宣布3人悬赏金，克洛克达尔原王下七武海，自然系能力者，富有智慧和领袖魅力，赏金19.65亿。鹰眼米霍克原王下七武海，剑术超越四皇红发的剑豪，这是给世界上最强剑士的金额，35.9亿。前两道画巴基在之前提到的那些之上，他的力量可以让沙鳄鱼和鹰眼听从他，赏金31.89亿。与草帽路飞一起被承认为新四皇之一。画面回到巴基公司，老沙说累了，打算了结了巴基，巴基还在苦苦求饶。鹰眼倒是说让巴基当挡箭牌不是坏事儿。鹰眼对成为四皇不感兴趣，他只想安静的过日子。老沙说你认真的吗？鹰眼觉得永远是走在前面的挨闷棍，我们两个在后面可以为所欲为不背锅。老沙觉得有道理。巴基、老沙、鹰眼3个人走到阳台，宣告他们的新联盟。巴基硬着头皮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我们创立了十字工会。老沙和鹰眼两人一脸平静，巴基哭了，但小弟们都觉得巴基是因喜极而泣而流下的感动的泪水。其实巴基在悲叹自己未来的命运。画面来到卡马巴卡王国，奋战圣地的革命军队长已经安全返回，但萨博不在其中。不过他们向科尔拉转达萨博没事的消息。乌鸦说了关于他们分开后的事情，他选择相信萨博。龙说如果萨博真的谋杀了寇布拉国王，不管背后有什么原因都不会原谅他。龙在被救回来的熊面前说话，告诉我熊你看到了什么？熊说如您所愿大人。熊的行为看起来还是像个奴隶。这时电话虫响了。另一方面，海军本部拦截到了这个打给卡马巴卡王国的通话，他们说可能是炎帝，所以开始记录这段通话。革命军那边科尔拉接起电话，你好，我是科尔拉。电话虫传出萨博的声音，是我萨博，下周休刊。好了，以上就是1058话的全图信息了，拜拜。海军大将们春游式的出差经历。海军大将作为海贼王里的顶尖强者，他们出马不说见一个秒一个，但满载而归也不是什么难事吧。但事实恰恰相反，几个大将出差归来，几乎都是因为种种原因铩羽而归，就感觉他们出门做任务只是因为久坐伤身，纯属活动筋骨。大将们的正式登场一般都比较奇特，像青雉旷班后悠闲的骑自行车出来，吴老星当时满院子找代号青雉的人，这才知道原来这位在海上骑自行车的神人就是传说中的海军大将。说大将们每次出差都像春游，青雉还真是最接近来玩的人。当然调戏一下罗宾，见草帽团也是规划内的事儿。
青雉一只手伸进海里划划水摸摸鱼，小小的展示了一下能力。海贼王本来到此就完结了，只是青雉比较喜欢养成，加上卡普那边和斯摩格那边的人情世故，包括自己这边的一些哲学考量，种种原因都有吧。挥挥手不说再见，就放过了草帽团。下次青雉跟卡普出来，这回真的就是春游了，躺椅上一躺就开始晒日光浴，啥事儿不管。纵观青雉2次出差的战果，一条上百吨的海王类，收获颇丰。相比之下，黄猿出差一开始有模有样，不摸鱼不划水，踩着炮弹入场，大将们一贯的奇特出行方式，叮当54香波地那么粗一根树，一脚就给干断了。在绝对实力面前，超新星们的花里胡哨就显得不堪一击。此时打道回府，黄猿的工资加奖金绝对是给安排到位的。但是凡事还得讲究个人情世故，可以发现除了极个别的，其他大将们还是非常懂人情世故的，他们可太懂了，太会了，张弛有度，收放自如。最后香波地群岛上的超新星一个没抓，黄猿抓了500个小海贼回去交差了，但是事儿摆平了，业绩有了。抓海贼了吗？抓了。人情世故到位了吗？那绝对给照顾的明明白白的，没得罪任何人。流水的大将，铁打的黄猿，稳了一批，不是没有原因啊。赤犬倒是不讲什么人情世故，但是赤犬的出差风格未免也太高调了，一身大红不说，站在船头，人家800米开外就看得清清楚楚，捡了个人质波尼回去，后来还给他跑进了圣地。波尼现在应该是跟着萨博混了，这一趟几乎等于白给。2年期间，海军进行了世界大征兵，以后的出差任务那就交给新大将们了。赤犬看着新人藤虎踏实本分，脾气又好，不会顶嘴，温柔可靠，派他去了德岛处理退出巡寮的明哥。一开始藤虎也很轻松，问问路赌赌博的，之后就有点搞笑了，整个海军被明哥和世界政府耍得团团转。七武海天龙人的身份就相当于一个红圈，明哥跳出去跳进来的，要不是藤虎有职业操守，加上出于很多原因暂时不想出手， BOSS 战也就轮不到路飞和罗了。所以藤虎基本上全场划水散步，这事儿跟老沙那回也有点像，青雉替斯摩格还了人情。这次藤虎感谢路飞帮助政府收拾烂摊子，为路飞送行。赤犬直接让空手而归的藤虎别进海军本部，藤虎也不是软柿子，不进就不进，估计到海贼王完结藤虎都不会进去了。藤虎现在又出差了，和之国那边就派了绿牛过去。森森果实的绿牛的出行方式也很奇特，背后长了一个类似竹蜻蜓的能让自己飞行的花朵。绿牛这回出差显然就是双方两败俱伤，自己渔翁得利去了。但显然草帽4巨头在远处看得兴起，根本没有把区区一名大将放在眼里。绿牛先把可怜的晋奎因给吸成了人干，随后遭遇了赤鞘武士大和陶之助的第一道防线。绿牛虽然不虚，可还不等他大展拳脚，就被红发足以覆盖全岛的霸王色给镇住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绿牛居然就这样草率的跑了。比起之前放过的狠话，多少有点虎头蛇尾。当然也可以说红发的面子果实很到位，一个大将遇到一个满血四皇团确实倒霉，但绿牛也堪称是首次登场最没牌面的大将了，第一次出差就这样草草收场。所以就发现迄今为止大将们出差纯粹是出来玩的，技能没少放，该抓的一个没抓，点到为止即可。人情世故里子面子这一块是拿捏的恰到好处，该给的给，该放的放，类似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青棉之境。就感觉海贼王里最聪明最圆滑最会玩社会的应当就是机智的海军大将们啊。怎么能不喜欢温柔的山治呢？作为草帽团里最温柔的男人，山治究竟温柔在哪儿？说到这个，反而要从山治的一些所谓的槽点说起。山治的厨师精神和骑士道是他断头流血都不会亵渎的东西。但有人会说，不管好人坏人，只要饿了，山治都会先给饭吃；不管好人坏人，只要是女人，山治都不会伤害她。山治这岂不是拖后腿？其实不是。首先草帽团本来就是互相添麻烦的一群人，这源自伙伴的理解和信任，说拖累就见外了。山治自己也是清楚这一点的，所以当时在乌索普自卑自己是个废物的时候，山治严肃地说，谁都有做到和做不到的时候，你做不到的由我来做，而我做不到的由你来做，但一定要相信你是可以救出罗宾的。这番话也鼓舞了乌索普，乌索普在最后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可以看到山治并非重色轻友，他对男人只是另一种的温柔。就像一开始害怕人类的乔巴，别人都叫他怪物，他自卑觉得自己是个异类。当乔巴第一次见到路飞奇怪能力后，问这是什么，山治温柔地说道，我们船长是个橡胶人，是个怪物。如今乔巴能没有心理负担地说出为了路飞自己甘愿去当真正的怪物这种话，乔巴是明白了，他不必为世人的眼色而活，因为这世上不缺有能欣赏他全部的人。还有对战小冯的时候说，你先把我们狙击手心爱的护目镜还回来。在水之都海啸要来的时候，他离队的乌索普不知道山治和乔巴在那儿故意演戏传达给他，也是很有趣。山治虽然对自己秉持的道义无计可施，但他甘愿拼掉自己的性命，
不亵渎自己的道义的同时，求得两全之策。但重要的是，错的不是山治，而是那些利用他善良作恶的恶人。现实是我们不可能随便搭救一个人，他便是像克里克那样的恶魔。山治当时只想救人，把本性善良的山治只放在这种情境下，并不公平。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罪恶，但更多的是苦难；有坏人，但更多的是好人。那些饥寒交迫的苦命人需要山治的帮助，那些被以多欺少、被以强凌弱的受害者需要山治的守护。当世上不如意的事情变多了，就觉得绝望中的一点温柔正义才弥足珍贵，这才是山治真正的道义。山治的招牌魅力就是骑士道了，他的骑士道并不只是对女生的爱慕之情，他给上衣被烧掉的娜美披上自己的西装，帮一个仆人挡住飞来的盘子，这些例子太多了。最重要的是，他面对朵莉尔姨娘依然以 Lady 相称，并为其挡下攻击，并气愤道：竟然向女士发射这种恶心的黑球，算什么男人？获得了朵莉尔姨娘的赞许。在慈古岛遇到雪崩的时候，山治拼命将娜美和路飞送到安全的地方，自己被卷了进去。后来看到平安无事的娜美，虽然山治自己受伤不能站立，但还是激动地爬了过去嘘寒问暖，变成了一只奇怪的爬行动物也在所不惜。在山治心中，女士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伙伴他也自然心中有数，但自己始终是最后一位，这就是山治的自我牺牲。蛋糕岛上，山治想要赶走路飞，这种做法或许不如索隆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来得更气愤，但山治难道不也是想一个人默默扛下所有？索隆那种结果可遇不可求，蛋糕岛的时局比山治预想的更加复杂，真的万劫不复后，那并不是以命抵命就能解决的了。当时不让更多人牵扯进来，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自己去百般顺从。了解山治的难处，也就能看到山治良苦用心的温柔。蛋糕岛篇展现了山治温柔的另一面。以前山治经常犯花痴，露出星星眼，当之无愧的色厨子。但当他真的决定全心全意对待未婚妻布林的时候，神奇的是，他再怎么去营救、去接触其他异性，都不会犯花痴了，就是真的变成了那种小心翼翼的绅士。被剪掉记忆后才恢复原状。所以说，山治是吃而不渣，平时的不正经是因为他还没有遇到一个双向奔赴的人。山治不仅是一个为女士而生的骑士，他对伙伴们的作用也是无可替代的。索隆凌晨4点睡，7点起的老值班人给人印象深刻，但凌晨5点最早起来的是敬业厨子，因为山治要给大家提前准备早餐。山治会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做出对的事儿，而且每次都是帅的一批。戏耍老沙拯救草帽团的梅斯特王子，带着卡鲁亚军团从小冯手里救下微微的潇洒骑士，掩护娜美乌索普逃离安尼路方舟的借火狠人，从狼人加布拉手里救下娜美乌索普的代号猎人，提前关闭正义之门，扰乱海军追击的机灵智将，听到女士的呼唤随叫随到的奇葩见闻，伙伴处于危难关头总会从天而降的烈焰火腿，等等等等。山治虽然一直以柔情著称，但他其实很硬，当然不是说血统觉醒后外表的硬。山治能一直坚持自己的道义，本就值得敬佩。他也会有仇必报，在长链岛分槽头那边的裁判老是耍诈，山治忍无可忍，故意把敌人往那边踢，恨不得压死那裁判，好像在说别跟老子躲，再远也能踢到你。弗兰奇抢走钱还打了乌索普后，路飞几个去抄家，山治说我们来不是为了钱，你们打了人就别他妈做缩头乌龟。当然那会儿弗兰奇不在那里，后来在海上列车上终于遇到了弗兰奇，山治当着乌索普的面狠狠地踹了弗兰奇，说道你让我们家长鼻子吃了好大苦头。乌索普出面求情，这件事儿才到此为止。尼治趁山治不在欺负良家少女，山治后来说什么也得往他脸上还一脚。在茶话会上，山治救了文斯莫克家族，尽管如此，山治被道德绑架了吗？没有，他最后和家治该怎么了断依旧是怎么了断，一码归一码。或许山治不是索隆那种一眼就喜欢上的气质，但如果你想，你喜欢山治的理由可以有很多。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温柔这种东西可能是一瞬间的转瞬即逝，但只要注意到它，他就是最耀眼的那一个。弗兰奇的36款发型。弗兰奇作为海贼王中屡见不鲜的一员变态，不仅身体有各种奇怪的技能，发型也可以百变姿态。当然，弗兰奇的发型并不是为了变而变，根据能源、状态、环境、氛围，他的发型会应景的变。第一，刺猬头。少年弗兰奇还未自我改造时，发型还比较正常，后来尤斯塔斯基德的发型与这个相似，而路飞会一语双关，管留这种头的基德叫做刺头男。第二，经典飞机头。弗兰奇2年前的正常标配发型，2年后也有变形款，比如黄金城中长面包形状的飞机头。第三，杀马特飞机头衍生版。2年前弗兰奇经常能源不足，只要可乐耗尽他就不再硬了，飞机头软下来秒变杀马特。这个也有变形款，在剧场版强者世界刘海的方向有所改变。第四，西红柿头。发型除了受到状态影响，也会根据不同的能源而改变。当时乔巴扔给弗兰奇3瓶蔬菜汁，结果发型变成了番茄。第五，耕耙头。同样是因为乔巴给他丢了3瓶农夫山泉吧，弗兰奇不仅发型变成这样，整个人的心态
变成了扛着羹耙、刚种完地、喝杯茶的惬意农夫。第六，人类高质量男性头。在被派飞到巴尔基摩亚后，由于没有可乐，那里的医生们给弗兰奇填充了红茶，结果弗兰奇变成了一个油烘烘的绅士，性格上也跟之前截然不同。第七，焦黑背头。因弗兰奇误触贝加朋克研究所的爆炸按钮，发型被炸成这副模样。第八，圆寸头。2年后初登场时的新发型，这应该是弗兰奇众多发型里比较正常的一个了。整个愚人岛几乎都是这个，也属于2年后的常用款。第九，爆炸刺猬头。2年后弗兰奇的发型才是完全自由切换，按住鼻子3秒即可手动改变。这个发型把好奇的乌索普和乔巴给吓了一跳。对于机器人这种玩具，当时乔巴已经憧憬到晕厥。第10，方块姐妹同款方块头。11，硬汉式扫把头。这个扫把头后来在德岛的时候还有一款更夸张的。12，长发式中分。这3个是弗兰奇在路飞面前小小展示的2年修炼成果。方块头应该是怀念自己的2个好姐妹，回去之后就是3个方块。然后好奇的路飞想玩一下，拉都拉不住。13，双尖头。在去愚人岛的途中，弗兰奇在蒋熊保护桑尼号这件事之前，用于缓解紧张气氛的小操作。14，钳子头。这个发型依然很怪，不过多少带点霸气的感觉。从愚人岛出发，进入新世界，再到庞克哈萨德，弗兰奇头上一直顶着这把钳子。15，扇子头。在黑犀牛机车初次亮相的时候，弗兰奇还专门变了一下发型，比较莫名其妙，可能是他觉得这样会比较帅吧。16，独角仙头。原创剧情《Z 的野心》片中，弗兰奇的发型前面是独角仙的角，后面是披肩卷发。17，厨师帽头。18，爆炸头。19，天使之翼头。这3个发型是在庞克哈萨德面对那群小孩子，给他们展示男生们的浪漫。当然弗兰奇在这群孩子中是最受欢迎的。另外弗兰奇的爆炸头还有变色款，剧场版 Z 中一大团粉色爆炸头和乌索普布鲁克组成爆炸3人组。20，兔耳头。庞克哈萨德作战胜利后，弗兰奇的一个卖萌发型。21，熊耳头。打败凯撒后，所有人一起开宴会的时候，乌索普按下弗兰奇的鼻子，逗孩子们开心时的发型。22，双麻花辫，经典之一。弗兰奇一个硬汉弄了这么一个发型，可以说有够变态。这个发型一直在德雷斯罗萨保持了好一会儿。第23，超级加倍飞机头。在联动片里，最后开宴会的发型，这个飞机头还拐了一个弯下来，感觉把它捋直了，附上武装色是能戳死人的那种。第24，花瓣头。在德岛 SOP 作战计划敲定后，兴奋的弗兰奇先是变了这么一个发型，然后这些花瓣可以变得像章鱼的触角一样蠕动，再进行变化。25，大炮头。弗兰奇经典发型之一，属于弗兰奇的战斗发型，预示着破坏工厂行动正式开始。除此之外，还可以用大炮头来吓人。26，待定凌乱头。这一款发型属于过渡作用，前面一坨乱糟糟的，是还不知道自己要梳个什么发型。27，五角星头。28，地中海天线头。29，斯巴达勇士。这3款是在和塞纽尔交战时，大炮头被烧坏后所展示，不过后来弗兰奇还是沿用了大炮。30，尖尖头。德岛胜利后，弗兰奇弄回了寸头，不同的是上面有一撮小尖尖。31，帅气背头。佐乌时期弗兰奇的发型，这也是他为数不多正常而且有点帅的发型。32，鲸鱼头。草帽一伙去鲸鱼森林见雷藏的时候，弗兰奇将发型应景的变成了和鲸鱼森林一样的形状。33，锤子头。根据罗的计划，弗兰奇在和之国伪装成木匠，发型自然也变成了一把锤子。34，蒙面头。在和之国路飞被凯多借网瘾后，罗提议其他人尽量继续隐匿身份，弗兰奇就很识趣的用头发包住了头。弗兰奇假面这个操作可以的。35，剪刀头。登上鬼岛后，警卫们给大家变装后，弗兰奇顺便换了这么一个发型。第36，在德岛篇 OP 片头里，弗兰奇还有一款发型，包了一条头巾，留了4个脏辫儿，有加勒比海盗那味儿了。可以说弗兰奇在捣鼓发型上的造诣不输他造船方面的才艺，而弗兰奇的百变发型并不会因为冒险结束而终结，会随着他愈加的变态而一直延续下去。雷九改变了山治4次命运。在文斯莫克这个崇尚战争的改造人家族里，山治因为富有情感，加上童年时普通的身体，也让他当初遭到了家族的欺凌，被视为失败品。但幸运的是，他身边有一个好姐姐。雷九也有情感，但平时为了不被家族冷落，只能跟着弟弟们一起尴尬的附和陪笑，但是之后都会偷偷的给山治包扎伤口。在山治被死亡并囚禁起来后，吉尔玛征战东海时，雷九终于不忍心看到善良有梦的山治一辈子都生活在铁笼和头盔之下，郁郁而死。雷九将牢笼搬开，放山治出逃。在岸边，雷九告诉山治，你一定会遇到真正善良温柔的人，并让他逃到了奥比特号客船上。雷九的一推也把山治推向了自由，推向了梦想，推向了重生。快跑，别回头，这是山治童年时期听到的姐姐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山治遇到了哲普老板，遇到了巴拉蒂的兄弟们，遇到了路飞，遇到了伙伴们，他的善良本性得以一直存续。多年之后，山治回到了吉尔玛，
雷九非常困惑，当初那个拼了命才逃出去的弟弟，怎么又甘愿回到了这个噩梦般的地方？只要狠下心，不去管东海的事情不就行了？不过机智的雷九心里也能猜个大概。还有路飞不顾危险来接山治回去，靠不撑死不罢休的毅力，打败将星克利架，冲出诱惑森林，就算被山治踢得鼻青脸肿也不走。后来突破层层阻碍，只想告知山治大妈茶话会上的阴谋，即便饿死也要回去等山治。这些事情雷九都看在眼里。而山治时隔那么多年，还是那个心存善念的山治，在兄弟们都在对山治冷嘲热讽的时候，雷九却很满意。正因为山治如他所愿，始终保持着原有的情感，可以感觉到雷九心里是很高兴的。为了不让伙伴和泽普老板卷入这场纷争，山治不惜赶走路飞，并和大妈达成了自我牺牲的协议。但后来无意间听到了布林讲出大妈的无情阴谋后，被欺骗的山治痛苦、纠结、迷茫、无助。这个时候又是姐姐雷九给了山治信心。雷九早就认可了草帽一伙，他认为那里才是山治的归宿，与其在这里左右为难、坐以待毙，不如跟伙伴们并肩作战，争取一线生机，不要让对你温柔以待的人们寒了心。雷九告知了山治为何和兄弟们不一样的真相：你是母亲拼了命才守护住的带着情感出生的孩子，所以山治你才如此温柔善良。这就是你啊，山治。此后山治终于回过神来，雷九让山治坚定并跟随了自己的本心。山治在路飞面前说出了心里话，他真的很想回到桑尼号上。后来加治也看清了大妈的嘴脸，所以加治用泽普威胁山治结婚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之前所有的矛盾都迎刃而解了。路飞和卡尔在净世界里的对决结束后，山治在可可岛成功接到了路飞，但面对大妈子女的层层围堵，山治很难招架。此时杰尔玛的援军到了，虽然山治的几个兄弟没有感情，但谁是亲人谁是敌人，他们不比谁傻，何况他们也被大妈骗了。在层层接力中，雷九最后帮山治路飞回到桑尼号上，在将山治路飞送出包围圈的时候，雷九像13年前那样推了山治一把。不同的是，这一次雷九是把山治推向了伙伴们，推向了山治本该属于的地方。雷九这一次是带着笑容，没有顾虑的跟山治告别的，因为他知道山治跟着这么一伙人一定会好好的。这一段是动画组加的戏，虽然动画组加戏往往是吐槽大于赞誉，但这一段感觉加得很好，既没有破坏原本的意思，也非常的温馨。除了这些，雷九的救命之恩应该还要算上万国开始的那一次，雷九出嘴相助，将濒死的路飞救活。表面上雷九只是想饱餐一顿，不过想必雷九也想看一看草帽一伙究竟是群什么样的人。而这不仅改变了山治的命运，更改变了整个草帽团的命运和后面事态的发展。万国突围战之后，倪治和永志这俩挨个挨过山治一脚的倒霉兄弟，又被大妈活捉，被囚禁在蒙多尔的书本里当标本，然后又挨个让来给老公报仇的布林给了一拳。加治医治雷九则是暂时平安无事。山治虽然嘴上痛恨自己的家族，但当时他依然不肯让文斯莫克葬身万国。山治是该做了断的时候就做了断，这个不会变，但他也不会因为童年的经历而作践自己一辈子。是非分明的气度，这是泽普教的。山治只是不想让泽普老板失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山治担心的是姐姐雷九。杰尔玛之所以没有灭亡，加治除了要感谢路飞，他嘴里那个不成器的山治，最后倒成了杰尔玛的恩人。当然，山治也不屑于加治对他能有任何的改观，但有一点却可以有目共睹：被家族蔑视为失败品的山治，他和雷九无疑才是最成功的两个人。草帽海贼团的副船长，在德雷斯罗萨的时候，小迷弟巴托见到索隆就管索隆叫副船长，还把索隆给叫懵逼了。在之前1031话的扉页中，官方也算直接明示了这一点吧。雷利和贝克曼这俩是挂了名的副船长，而草帽团毫无悬念的索隆出现在了这张扉页上。草帽团里不缺具备当副船长资格的人，而且一些人在管理经验上比索隆更多，但可以先对比一下，为什么索隆依然是最优选。山治有足够的竞争力，上船之前他是海上餐厅副厨师长，2年前在小花园、阿拉巴斯坦、空岛、司法岛等就已经展示了智勇双全的能力。他明白的事情并不比索隆少，在梅利号事件上也是保持理智，在路飞说气话时，山治及时将路飞提醒，在被团灭的边缘也是毅然决然站在了索隆身前，并屡次充当骑兵。不过相比于当副船长，山治更适合做他的温柔骑士和二副。山治的骑士道精神和柔情性格使然，这一点放在个人身上那绝对是个人魅力，但在领导团队层面上，说白了，副船长更多的是要有站在路飞甚至团队的角度去共同面对问题的狼灭气质。娜美她虽然是草帽团的大姐头，活地图，也具备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在一些大问题上，比如乌索普离开和山治结婚，娜美也是懵逼的，需要仰仗路飞去处理。她更适合管理生活和经营日常，也就是类似贤内助的定位。乌索普除了梅利号那件事儿，他从不吝啬表达对路飞的忠实感情，看得出来乌索普很在乎路飞，而且多次绝境中帮路飞和伙伴翻盘。他现在有资格当副船长，但有一说一，要说实打实的领导力，乌索普还是适合当人人敬仰的神更好。其他的
草帽团除了索隆和盛平，都多少有一些共同点，就是容易被感情绑架。当然不是说当副船长就得六亲不认，而是在草帽团这样一个性情团队里，一定需要一个特别理性看事情的人。那就看索隆行不行。罗宾离开时，索隆冷静分析原因；乌索普离开时，索隆冷静维护人心；山治离开时，索隆冷静思考局势。除了找不到自己的房间和被芥末呛到了会让他不冷静外，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伙伴暂时的出事儿并不会打乱他的思绪。毕竟副船长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当队友甚至船长沦陷时，自己能顶上去肩负起重任。在威士忌山峰时，当草帽团其他人都沉迷于暗流涌动的宴会时，看似喝醉的索隆并没有被酒精所麻醉，一个人站出来解决了100个赏金猎人，破除了危机。在阿拉巴斯坦之后，罗宾上船，当初巧妙地讨好了路飞他们，只有索隆一直隐隐感觉这个女人肯定有事儿，把对罗宾的警惕保留到了司法岛篇。在乌索普问题上，索隆坚持乌索普不道歉就不能让他回归。话说副船长这个职位并不是什么光鲜的活，尤其是在草帽团当副船长这个大冤种职位，甚至比船长操的心还多。有时候为了原则性问题，要替路飞说一些难听的话，替路飞干一些得罪人的事儿。毕竟路飞上一秒生气，下一秒就可以原谅的随性性格，需要有个人和他性格互补。索隆横刀立马，坚守原则，但索隆霸道之余又不想功高盖主，懂得维护船长至上的威严。副船长的觉悟也是很明显了。恐怖3维帆船，硬刚欺侮海熊，即使没办法解决这个 bug， 索隆也决绝地说出用自己的命换路飞活下去这种话，得到了熊的好评。硬扛伤害，最后淡淡的一句什么也没发生过。2年后，索隆依旧是路飞身边最得力的打手。关于索隆的担当、决心、信念，也不需要说太多。从头到尾，索隆依旧是那个索隆。至于其他伙伴，并不是说他们不如索隆优秀，甚至有些人比索隆会的还多，只是他们更适合胜任自己擅长的职位。就比如充当大冤种，去说一些破坏气氛的话，也就索隆去敢说。当罗宾回归时，大家感慨万千，索隆却出来煞风景，表示这些无聊的话等逃出去再说也不迟，然后被一顿惩戒。山治被威胁去了蛋糕岛，所有人都在担心山治，索隆又出来泼冷水，被吐槽无情无义。索隆真的不在乎伙伴吗？显然不可能，索隆只是想让大家冷静下来。这一点上，能和索隆竞争的还有慎平。佩德罗自爆后，布鲁克、娜美、乔巴、加洛特全部都在灰心沮丧。布鲁克觉得慎平和他们共处的感情不多，不在乎佩德罗的死活。慎平说了一番话，意思是佩德罗的牺牲是为了大家，这可是四皇的地盘，绝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们如果在这儿颓废的哭泣，是对伙伴牺牲最大的侮辱。最后，慎平鼓舞了大家，让大家有了动力。和索隆比，慎平在外面连船长都当过，只是加入草帽团的时间点很晚，情怀上自然比不上糟糠之妻索隆。而且慎平现在还在适应当中，虽然有变成沙雕的趋势，但对大伙还不是特别熟悉，被路飞索隆莽夫劝架路痴找人的操作给整懵逼了。尽管索隆慎平他俩的气场和性格有一些重合，但如果就选一个，想必索隆还是更适合的那一个。所以综合来看，草帽团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能力，但要说谁能胜任这个副船长，其实只有一个最合适的，那就是索隆。最后关于明不明确副船长这个事儿也不是很重要吧，草帽团平时相处起来就是家庭或者伙伴的关系，路飞即便是船长也都是人人可以欺负的，他们没有明显的上下级关系，这样的草帽幼儿园岂不是也挺好？见闻色霸气的不同发展方向，在 CP9 人均贵于铁块之后，大家都知道了，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用铁块这种硬吃伤害的技能，只能说走得比较有骨气一点，可不是谁都能像凯多那样不还手被一堆人捅尽兴了还能活蹦乱跳。而见闻色霸气这个东西，在战斗中先不说能把别人怎么样，拥有一个强大的见闻色，即使实力不济，至少也能操作一下。就像路飞第一次盲凯多正面挨了一棒子晕死过去，第二次菲菲知道疼了，所以用了预见未来，第二棒雷鸣八卦依然快到很难躲，但也只是擦破了头皮，没有大碍。俗话说打不过我还躲不过吗？但俗话又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见闻色不仅分强弱，在察觉、躲避等基础功能上还有各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在不同的情况下各有所长。第一类就是普遍公认的最强见闻色预见未来方向，代表人物卡尔以及卡尔的学生路飞，和普通见闻色比，可以直接看到未来一小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敌人的攻防路径也会更清晰。不仅在婚礼上，卡尔可以看到神父开枪射击山治，被山治躲过，在头脑冷静下，他可以随便用这个能力，非常之牛逼。在镜世界里，当时路飞准备在卡尔面前开4档，结果路飞还没说呢，还没变呢，卡尔却先看到了之后路飞的形态。ギアフォース面白そうだな。路飞懵逼了，老哥你别抢词儿啊，我自己他妈都还没说呢。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在这种见闻色的加持下，路飞用遍了各种形态，也拿卡尔没得办法。
蛇人形态那种速度快、会反弹、能拐弯的胳膊已经足够难躲了，但卡2也能从缝里挤出来，和路飞正面决输赢。可以说卡2的见闻色无限接近于无敌了。第二类超视距方向，代表人物耶稣布、乌索普、范奥卡。别人感受不到的气息，他们能感受到；别人看不到的距离，他们能看到。乌索普的见闻色在德岛远距离狙击一战封神，他爹耶稣布也是能几十米外射中蚂蚁触角而不伤及其他部位的精准程度。范奥卡也是在视力无法企及的距离上精准的打下来3只海鸥，并知道其中1只没有被打死。超视距的见闻色对狙击手来说那是如获至宝的东西。第三类聆听心声方向，代表人物以及王妃、藤虎。这种情感型见闻色堪称是真正的读心术。以及王妃可以感受对方的所思所想和内心情绪，借此发表演讲，能让别人产生强烈共鸣，甚至可以改变对方的价值观和意识，还能轻而易举地感化一个劫匪。他也可以感知泰格内心的巨大悲鸣。以及王妃的这种见闻色无法修炼，和霸王色聆听万物之声类似，属于与生俱来的限定版。藤虎有相似的能力，他眼睛看不到，可他能感受到德岛民众内心没有一丝丝的愤怒，也能清楚一个人的善恶。虽然藤虎能感知情感，但他的见闻色不仅于此，而是更加全面。除了见闻色的基础功能，藤虎还可以感知天上流云的动向和陨石的位置，甚至细如民歌的寄生线都可以轻易察觉得到，范围也特别大。藤虎不靠眼睛当大将，这见闻色当属是最顶级的了。第四类大范围精确定位方向，代表人物艾尼路、艾莎、科比、藤虎。艾尼路单凭心网，也就是普通的见闻色霸气，就是比较一般的那种，不过他配合响雷果实能力，几乎覆盖了整个空岛，用于窃听和降雷，这算是个很特别的开发方式。艾莎则是天生强大的大范围见闻色，在特别远的距离就可以感受到有几个人挂掉了。科比在顶上战争觉醒见闻色霸气，也是可以感受到某个位置的队友一个个倒下。这种见闻色对声音特别敏感，听到特别远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这种知道了太多秘密，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第五类神经质方向，代表人物山治。山治也能感知比较远的距离，踢飞狙击手，在水下捞警卫们的身体什么的，而且尤其对女人的声音最为敏感，毕竟见闻色这是刻在他 DNA 里的感知能力。然后就是躲开了卡2的糖豆，让卡2直言发生了不可预测的事情，所以就有了山治预判了卡2预判了山治的预判这么个梗。山治见闻色碾压卡2那倒不至于，但是山治这种风吹草动瞬间启动敏感而又快的见闻色，就躲个糖豆什么的简直轻而易举，很强就对了。毕竟在人妖岛上的2年提心吊胆也不是白白遭罪的。海贼王中那些刚开始看起来坏内心却很可爱的人，所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海贼王中很多人登场之初都不像是善茬，却有一种越往后越让人喜欢他的魅力。第一，巴托洛米奥。巴托在德雷斯罗萨竞技场登场的时候，刚开始就一副吊儿郎当不屑一顾的神态，当时介绍他的时候说他是残忍无比的疯子新人，将众多海贼穿成肉串拍成视频传播，是最想让其消失的海贼 No.1， 而且扬言要抢到烧烧果实献给某一个人，很像是中了邪的反派作风。主要是他对路飞草帽团超级感兴趣，这就感觉这个混混肯定有点什么想法。结果巴托是路飞他们的一个超级小迷弟，别人骂他可以，骂他偶像不行，谁敢侮辱他偶像们他就弄死谁。当巴托遇到路飞的时候，那状态和之前简直是天壤之别，甚至有着比女帝还夸张的美颜滤镜，靠着给乡下奶奶打电话咨询，不带航海士进入伟大航路来追星，还进了新世界，甚至连自己的船都是满满的草帽团元素，最后如愿得到了偶像们的签名，还当了大船团2号船船长，可把他高兴坏了。第二，弗兰奇。弗兰奇刚登场的时候实在是太坏了，不仅偷了路飞他们维修梅利号的钱，还暴打了乌索普，一直要找路飞麻烦，怎么看也都是蛮横不讲理。但弗兰奇却是一个很容易被感动的大老爷们儿，他被乌索普坚守一艘无法修复的船的情谊所感动。弗兰奇去强拆梅利号，也是想让乌索普看清现实，意思是梅利自己也不希望载着他们一起沉入大海。乌索普说出自己其实已经知道梅利号无法继续远航后，弗兰奇不能理解，但大受震撼。后来弗兰奇得知罗宾是为了救伙伴们才牺牲自我，伙伴们又决定冒死营救，弗兰奇再次被感动，决定帮助草帽团营救罗宾。事后弗兰奇坚定了寄托，将那2亿买的宝舒亚当造出了桑尼号，自己后来也加入了草帽团担任逗逼船工一职。第三，银狐福克西。屁股头说不上是正人君子，他通过3枚硬币的游戏抢夺别人船员，主要是他经常在游戏中作弊，经常耍小聪明，不过他也不算那种纯坏，还自带消极幽灵属性，是一个别人一骂他就无比愧疚和抑郁的沙雕。而且他的船员都很拥戴他，对待伙伴这一块屁股头应该是没得说。他的船员也很可爱，波奇特别喜欢乔巴，一直想抱乔巴。屁股头身上算得上一个优点的是，他最起码愿赌服输，输给路飞后，屁股头让路飞挑选船员，只是路飞选择了要他的海贼旗，并给他们画了一面新的海贼旗，虽然一言难尽，不过他这面旗帜到现在都没换。罗宾很少夸别人有趣，福克西是其中之一，路飞很少说别人傻，福克西也是其中之一，
两人虽然还是敌对关系，但是两人倒是挺喜欢和彼此一起玩游戏的。第五，赛鸟尔。赛鸟尔身穿婴儿服，身边围着好几个女人。虽然年轻时西装革履还有些帅，但如今这副打扮开始给人的印象就觉得这变态不会又是个沙雕吧。后来得知赛鸟尔不仅不是变态渣男，反而是个有故事的人。根据真人真事儿作为原型，赛鸟尔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植物人妻子，不得不让人敬佩。第六，阿金。当时快饿死的阿金吃下了山治给的炒饭，真怕阿金吃饱了翻脸不认人。结果阿金真的把他老大克里克也叫来了。克里克吃饱后，海上餐厅一度迎来灭顶之灾。也看得出来，阿金绑架哲普老板对山治动手也是迫不得已，他不想伤害任何人。当克里克释放毒气后，阿金义无反顾地将防毒面罩给了恩人山治。阿金的人格魅力彻底升华了，留下了伟大航路再见吧的约定，让人不得不将他铭记于心。还有巴基、三哥这样的，他们压根儿就不想当什么正义凛然的好人，看起来跟那也不沾边，但他们做的事情毕竟没有多么伤天害理。如果一码归一码，他们都有自己的可爱之处，最起码在某些事情上还总是能让人刮目相看的。乌索普肉装 AD 名不虚传，在战斗中，路飞、索隆、山治承担了大量战斗任务。不过还有一个人，不管战斗还是生活上，都承担了他一个射手本不该承受的巨额伤害，那就是乌索普。乌索普一飞冲天，被捧上神坛，觉醒超远见闻色的背后，他的鼻子记录了他一路的血泪史。论体格体质，陆索山吊打乌索普10条街，但乌索普就凭借不如他们的身板，屡次创造了血条奇迹。在阿拉巴斯坦，草帽一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战。乌索普和乔巴要对付妹死圣诞节和梅斯特4以及他的那个腊肠狗炮，结果那两个人偏爱于集火乌索普，乌索普挨了炮轰还是小事儿，主要是结结实实的挨了梅斯特4的一棍。他那棒球棍有4吨重，加上他的蛮力，抡到身上可不是开玩笑的。乌索普鼻子直接粉碎性骨折，头盖骨碎裂，牙齿被打掉，基本废了。但乌索普和脑力强化的乔巴智商占了优势，乌索普封烟剥夺敌方视野，配合乔巴把妹死圣诞节挖出来了，让迟钝的梅斯特4误伤友军。接着乌索普用乔巴当炮台，彻底击垮了他俩。打赢后，乌索普都回光返照了，全身上下的骨头就没有一块是好的。乔巴对乌索普紧急医治，变成木乃伊的乌索普本以为之后就能缓一缓了吧，不料在宋薇薇去钟楼灭炸弹引线的时候，娜美急中生智，用天后棒的功能抓住当下，一击命中，将乌索普崩上去了。看似意外，其实娜美这是当时被天后棒耍得心态爆炸时暗暗埋下的复仇的种子。在动画原创剧情中，山治、索隆、弗兰奇同样用了类似的空中接力，将乌索普用到了极致，显得非常合情合理。在水之都，大伙换了3亿贝利，是准备用来修梅利号的钱，但有2亿被弗兰奇家族给抢了。乌索普上门要钱，惨被弗兰奇暴打了一顿，鼻子又骨折了，血流满面，重伤不起，曝尸街头。紧接着又因为梅利号的事情跟路飞大打出手。不过乌索普挨的毒打也没算白挨吧，弗兰奇因为乌索普才有了后来的转变。弗兰奇也下定决心，将用那2亿买来的宝树亚当为草帽一伙造出桑尼号，后来又带技术入伙，算是给大家赔礼道歉了。期间在司法岛，乌索普被迫跟索隆一起对抗 CP9 上流战力卡库和加布拉，被轮流暴打。司法塔上给弗兰奇送钥匙，被摧残到摇摇欲坠的塔被海军轰塌了，乌索普从高处坠落，以至于司法岛最后乌索普又落了个全身骨折，只能被索隆和山治抬着跑。恐怖3维帆船在和佩罗娜玩捉迷藏的时候，被佩罗娜的幽灵分身戏耍，库马西把乌索普摁在地上暴打。要说2年前索隆血条没满过，那乌索普鼻子就没痊愈过，还挨了佩罗娜的一串幽灵炸弹，又是炸到鼻子骨折，全身受伤。不过这一顿打似乎也把乌索普打醒了，抓到了佩罗娜的真身，并将其击败。在德岛被托雷波尔抓住并暴打一顿，鼻子骨折，全身重伤。但好巧不巧的，被砂糖反向喂了辣椒葡萄后，将明哥的统治根基砂糖吓晕。乌索普被捧上神坛，成了神乌索普，还被巨人海尔丁扯起来高高举起。重伤的乌索普有苦说不出，没死在敌人手上，差点死在自己人手上。在鬼岛，润提的头锤之力，只有路飞这种专业头锤选手才能与之对抗，而乌索普毫无防备，结结实实吃了润提一记凶狠的头锤，再现了阿拉巴斯坦的场面，鼻子粉碎，头骨碎裂。所以乌索普表面上被捧上神坛，觉醒超远见闻色，逆转战局，绝性之神，气得明哥自掏腰包悬赏5亿，背后作为射手却承受了肉盾级别的伤害。但乌索普依旧稳定发力，向着成为一个勇敢的海上战士这个朴实无华但无比励志的梦想前进着。